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是的，我回来了。首先，我想对这几天所有关心我、为我担忧的观众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让你们担心了。我知道，在我被系统误判而短暂消失的这段时间，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为我写好了讣文，开了一场盛大的香槟派对。摇棍被清理，他们以为一场有组织的洪水般的恶意检举就能让我永远闭嘴，但他们似乎算错了一件事：谎言是有保存期限的。就在昨天 ，YouTube 官方已经正式恢复了我的频道，并承认了他们的错误。信里写得很清楚，你的频道并未违反任何社群准则，官方的认证比任何人的口水都有用。所以那些妄想用检举手段让我晋升的人，我只有一句忠告：别白费力气了。清白的人是无法被谎言击倒的，而你们每一次的恶意检举，每一次的谎言，都只会在 YouTube 的后台留下一笔笔清晰的指向你们自己的数位足迹。平台或许会犯错一次，但它不会永远犯错。继续下去，最终被清理的会是谁呢？请好自为之。现在既然官方还我公道，那接下来就轮到我来好好的逐字逐句的清理一下某些人那份早已腐烂的剧本了。严东西最核心的人设是反共意识，他痛骂中国，鄙视墙内，塑造自己是5年不敢回国的流亡音乐人。这个剧本为他收割了大量来自台湾的信任与赞助，但这位恨国者在中国却有一盘他从未提过的生意。我们来开箱一下，店名商水县泰多多宅急便百货商行注册在河南省周口市。这不是什么匿名小店，这是拥有中国官方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合法商行。而这家店的法定代表人姓玉，这个姓氏加上先前曝光的出庭程序表中出现的拼音玉春晓，以及他自称的英文名 Jeff， 这些线索拼凑起来指向了谁？我想观众心中自有答案。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这个名字，一直用玉池宇等化名活动。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因为恨国者的人设和中国红顶商人的身份放在一起，实在是有点精神分裂。他的另一个剧本是躺平音乐人，一个学佛之人，嘲笑别人不做 YouTube 就活不下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躺平艺术家的商业版图有多大。这家店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副业，淘宝平台清楚地标示着，这是一家5年老店。5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项长期、稳定且持续获利的商业活动。他卖什么？从泰国常见的八仙鼻通、青草膏到奶片、防蚊液，都是高周转率的铝钛商品。这不是零星代购，这是专业选品。而店铺的线上客服应该是一名叫做 Tracy 谭的人，一个挂名法人的音乐人，一个前端运营的范冰冰，再加上疑似在泰国协助发货的退休老人，一个经营了5年的老店，一套完整的家族供应链。这哪里是躺平，这是一盘深耕多年的跨国生意。他一边蹭着肖恩的仇恨值，吃着台湾观众给他的流量与赞助，一边用这些钱去支撑一个面向中国市场的电商生意，赚着人民币的红利。他不是恨国，他是恨自己不能两边通吃。他不是不屑商业，他是只做一本万利，还能包装成理想的生意。现在我们来谈谈他最怕被清理的部分。这不是舆论，这是法律。我们不会像严东西一样用暗示和影射来攻击别人，我们会直接摊开法律条文，提出合理质疑。首先是中国的法律，这家店的营业执照登记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的一个电商产业园，听起来很正规，对吧？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长期旅居泰国的家族团队真的在河南有一个实体的办公室和仓库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用来应付工商登记的纸上地址？
如果地址是假的，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代表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进行一场不受监管的灰色操作。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家店的运营模式可能同时触犯了多条中国法律。第一点，无跨境电商资质，它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仅限食品互联网销售，根本没有进出口业务的登记。所有从泰国发货的行为都属于无证经营外贸。第二点，涉嫌走私与逃税。无论是泰国直邮还是国内现货，只要无法提供合法的海关报关与检验检疫证明，就可能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以及偷逃关税。第三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有进口食品都必须有中文标签和进口检疫证明。他店里的商品有吗？这直接违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第97条，最高可处以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我们不是中国海关，也不是市场监管局，但这些白纸黑字的法律和这家充满疑点的店铺就放在那里。我很好奇，一个如此厌恶中国体制的人，为什么要选择在一个随时可能触犯刑法的灰色地带赚取人民币？这个留给大家自行判断。接下来是泰国的法律。严东熙目前自称是以音乐人的名义持有泰国的工作签证。根据泰国外国人工作法，外籍人士在泰国的工作范围必须严格符合签证所载明的项目。那么，我们不禁要向所有关心此事的观众以及泰国的相关主管单位提出3个合理且严肃的问题。第一，身为 YouTuber， 一周至少5次高频率更新影片，并启用超级感谢功能获取抖内，这本身算不算工作？在泰国，内容创作获利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随时可能被移民局认定为从事与签证不符的盈利活动。第二，身为中国一家跨境电商的法人代表，并在泰国远端参与或操控这个商业活动，这算不算工作？第三，他的女友与家人在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在泰国从事打包、发货等实质商业行为，这又算不算非法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音乐人目前在泰国还同时背负着2起诽谤官司，一个在网络上频繁挑起争端，引发对立，商业行为充满违规疑虑，并且有多起司法案件缠身的外国人。这一切让我们不禁想起泰国移民法中的一个关键条款：不受欢迎人士。法律写得很清楚，当一个外国人的行为被认定为对公共秩序造成困扰，或可能危害社会安宁时，泰国移民局有绝对的权利撤销其签证，将其驱逐出境，并列入黑名单。说的就是这种人。我们不是泰国移民局，我们不下定论，但我们有义务将这些全部来自公开渠道的证据放在阳光下，让所有观众以及真正有执法权利的人都能看清楚。一个在网络上频繁挑起争端、司法案件缠身、商业行为又充满疑点的外国人，我想这些证据应该足够让相关单位重新评估一下这位音乐人的签证到底有多合规了。我们会将这些画面、资料打包交予移民单位查核，我们不下定论，只提供证据。因为严东熙曾用被指涉者需自证清白这一标准要求过别人，那么今天我们也用一模一样的标准问你：你的签证经得起审查吗？你的收入来源能经历对账吗？你对观众宣称的生活方式真的如你所说吗？他最爱扮演的是正义使者，他攻击肖恩接业配，眼红人家有韩国旅游的商业合作，这很好笑。一个自己开着淘宝店，卖着不知来源，可能连税都没缴清的商品的人，回过头来去指责一个光明正大接推广的创作者。他不是讨厌商业，他是恨自己赚得少，眼红别人比他赚得多。他笑别人靠 YouTube 过日子，但他自己如果没有台湾观众的赞助和流量，他那套躺平音乐人的剧本还演得下去吗？还是继续吃着中泰两国的红利，进行着他也许不合规的跨国贸易，赚取他最看不起的强国人的钱？一位天天骂中国的恨国党，却靠中国税制、法律开公司；一位自称不赚观众钱的人，
却让台湾观众打赏、捐款，靠踩别人获取流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正确包装的套利商业。严东西攻击我与其他人时，用的都是最低劣的谣言和人格谋杀。现在，当我们拿出白纸黑字的文件时，他选择的是改名字、删影片、开新频道，假装没事发生。这不是正义，这是怯懦。你们没看到他已经一步步把自己自媒体的路玩残了吗？严东西，你和你的信徒们以为一场有组织的恶意检举就能让我晋升？你以为我会害怕，会退缩？你错了。我回来了，带着 YouTube 的官方清白证明回来了。从今天起，我会继续用这个频道说我想说的话，揭露我该揭露的事。至于那些试图用谎言和检举让我消失的人，我只有一句话：你们的手段除了证明你们的恐惧之外，一无是处。我也会想办法让我的声音放大，因为这就是你们最害怕的事情。现在的我不再害怕，不再退让，因为严东西，你不是在针对一个人，你是在测试一整个系统的底线。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可以留言，但我会备份。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说真话的动力。我们下支影片见。这才刚开始。